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德国因海军的实力远不如英法等国，必须采取特殊手段来衡制对方。大规模使用潜艇就是最为简洁迅速的方法。尤其在战争最为关键的1942年，他们一共击沉了1000多艘同盟国的商船，总数达到了可怕的600多万吨，以至于让英国陷入了粮弹缺乏的窘境。但首相丘吉尔也后怕地回忆，U 型潜艇给我们带来的担忧远超过那些飞临伦敦上空的轰炸机。所以从1942年末开始，盟军转用大中型轰炸机执行反潜任务，主要就是美式的 B-24 解放者和英国的桑德兰轰炸机，这样既能够确保空中训练力量有较长的航程，又能以足够强大的武装去摧毁更多的目标。这样的决策在起始阶段似乎并不出彩，却在后来的战争进程中爆发出了巨大的作用。尤其是 B-24 解放者轰炸机依靠北美工厂的巨大产能而不断的输入前线，最终不仅为美国所喜爱，也大量提供给英国皇家空军使用。今天我们就聊聊让德国海军闻风丧胆的空中猎人 B-24 解放者轰炸机。 B-24 解放者轰炸机是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入使用的一种重型轰炸机，由团结飞机公司研制，其设计特色是导入戴维斯翼型，使飞机具备较快的巡航速度、更远的航程、较大的承载。 B-24 在战时活跃于西线、中缅印战区和太平洋战场，其参加的战斗甚至比有名的 B-17空中堡垒式轰炸机更多。与同时代的轰炸机相较， B-24 账面性能更好，但飞行控制不易，低速飞行表现不好，且最大升限较低，机体耐损也不如 B-17。尽管飞机组员比较信任 B-17，但高层却偏好 B-24，所以在二战时期两种机型都进行了量产。 B-24 也是目前记录中二战产量最多的4引擎轰炸机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已经拥有了波音公司的 B-17等轰炸机，然而当时的国际局势不单有纳粹党重新武装的德国，还有已在中国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。当时美国军方意识到要面对这两个潜在的对手， B-17恐怕还是不足，于是在1939年1月向团结公司提出研发比 B-17载弹量更大、航程更远的重型轰炸机。团结公司以其已研发的 Model 32机体和 Model 31飞艇的机翼作为蓝本，所以研发速度很快。1939年3月，美国陆军航空队和团结飞机签订打造 XB-24 轰炸机的合约，要求团结公司在年底前要制造出新型轰炸机。由于战争一触即发，在 B-24 上打造中时，订单已经敲定，包括美国订购36架，英国订购164架，法国订购120架，而解放者这个名称也是由英国人提供，最后成为美军共用的昵称。同年12月29日 XB-24 出厂，和 B-17相比， XB-24 的机翼翼展宽了 1.8 米，但机翼总面积少了 25%， 且 XB-24 使用的14气缸发动机出力较9缸更强，炸弹舱可装载3632公斤的弹药。在1939年时， XB-24 创下了最大起飞重量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总共有5间飞机工厂生产了18482架解放者，总产量为各种美国轰炸机之冠。 B-24 轰炸机为4台活塞螺旋桨飞机，采用常规布局，大展弦比，梯形悬臂上单翼，直立椭圆形双垂尾。 B-24 轰炸机的戴维斯翼型机翼特点是机翼横截面尽量的接近水滴形，以减少巡航阻力。机翼上布置了4个发动机短舱，由于散热器的进气口在发动机的两侧，使其发动机短舱从正面看起来呈少见的横椭圆形。每台机翼内翼后缘设置富勒金翼，以提高低速性能，外翼设置副翼。 B-24 轰炸机的机身粗壮，为全金属半硬壳结构，机头是玻璃格栅式的导航员和投弹手舱，导航员上方有凸起的天体观测窗，稍后是驾驶舱。机身中部的大弹舱最多可以载弹 3.6 吨，弹舱由隔板分割为前舱和后舱，一个狭小的通道贯穿弹舱。为了降低弹舱门开启时的阻力， B-24 轰炸机的弹舱门没有采用常规的铰接形式，而是采用类似车库门向上方收缩的形式。机身中后部两侧有观察窗，观察窗可以由挡板封起。机尾位置是尾炮塔，负责后上面防卫。 B-24 轰炸机采用前3点式起落架
架，低矮的起落架收入前机身内，主起落架则向外收入机翼内。B-24轰炸机的改进型号很多， B-24D 是第一种大批量生产的型号，总共交付了2738架，随后有 G、E、H、G、L、M 等型号，生产数量从数百架到数千架不等。 B-24D 作为大量生产型，也是美军参战服役型，美海军型号为 PB4Y1， 英方型号为解放者3及5型机。军械装备除了保留 B-24C 型机原有装备之外，并将机头2支活动机枪改为 0.5 英寸口径，又在机腹装设双枪式球形可收放式枪塔，左右两翼内侧下方各装置4000磅炸弹挂架一具。 B-24D 型成员10人，机长 20.47 米，机高 5.49 米，翼展 33.53 米，整机空重16556千克，巡航速度346千米每小时，最大速度467千米每小时，最大航程6000千米。 B-24D 轰炸机在联合国飞机公司大量投产后，使用的发动机是惠普公司的涡轮增压 21830-43 型发动机，驱动 3.531 米的汉密尔顿标准公司螺旋桨。为增大航程，在机翼内部还设计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油箱，成为美国第一种机翼整体油箱的军用飞机。但实战中发现，这种油箱在被击中后失火危险性大，随后又改换成了分隔的自封油箱。 B-24C 型轰炸机在座舱稍后的位置上设置马丁 250C1 3型电动炮塔，在尾部设置联合 A6A 型液压炮塔，各炮塔上都有2挺机枪，加上机头机腹和两侧的机枪。 B-24C 共有8挺 12.7 毫米机枪，数量虽然不多，但火力比起 7.7 毫米机枪要强得多。 B-24D 型轰炸机保留了 B-24C 型轰炸机机背马丁炮塔和联合 A6A 尾炮塔的设计。从生产的第71架 D 型开始，机身后腹下方的下射机枪换成了邦迪克斯遥控电动炮塔，这种炮塔为半收放式，内置双联装 12.7 毫米机枪。 B-24轰炸机的自卫火力包括前后炮塔、上下炮塔和机身上的多挺机枪。机枪和炮塔布置形式考虑了防卫范围和机枪射界。 B-24在二战期间的各个战场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，和 B-17一起成为了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的主力。在太平洋战场、对日轰炸和大西洋反潜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从航空反潜的角度来看， B-24轰炸机是一款非常合适的武器，它的腹部设有宽大弹仓，可以容纳威力巨大的各种武器。凭借4台1100马力的发动机，拥有每小时467千米的平飞速度，加之超过3300公里的载弹航程，足以轻松覆盖北大西洋航线的几乎所有区域。正是依靠它的加入，才让盟军航空掩护的盲区减到了最小。当然， B-24为实行反潜作战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装，主要就是增加搜索设备，包括10厘米波机载雷达和大型反潜探照灯，前者是雷达小型化的杰出代表，使得复杂的电子设备能开始用于单架轰炸机身上。相比于全屏幕式的极低效率搜索，无疑能在雨雾天气或夜间发挥巨大的效能。同时，德国潜艇的无线电信号让自己无所遁形，容易被周遭活动的盟军轰炸机捕获。当反潜中队飞临可疑区域，还会使用探照灯开展进一步的排查。安装在 B-24机翼上的立式探照灯可以在昏暗环境中照射更远，哪怕对方速度下潜，还能在潜水环境中被看到轮廓，所以很难躲过深水炸弹的密集投放。仅1943年5月，德国海军的破礁成绩就跌到了25万吨载重，而 U 型潜艇自身也损失了41艘。相比 B-17轰炸机， B-24轰炸机载弹量更大，载弹航程更远，载弹升限也更高，速度稍快，但在操纵性、稳定性和抗损性上， B-24轰炸机则略显不足。所以 B-24轰炸机没有 B-17轰炸机那样以大规模空袭作战闻名，飞行员对它脆弱的装甲和高坠毁率都颇多微词，甚至奉上飞行官在恶搞的绰号。但在狼群出没的大西洋战场， B-24却凭借着强大的载弹能力和先进的装备，成为了盟军的反潜王牌，有力地支持了海运护航的战斗，为战争最终的胜利做出了不灭的贡献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